黄金冲上4600。下周五，一份数据即将引爆行情，它的名字叫核心 PCE， 数据够软，金价有望直取4740。数据爆冷，4600，这波涨幅可能瞬间被打回4590。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只有一个：新的一周，黄金是加速上攻，还是在高位悄悄变盘？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天，市场休市，没有新的价格跳动。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不复盘，只展望，把下周的这盘棋一步一步给你摆开。开始之前，还是那句郑重提醒，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收官情况。上周黄金收在4680.6，一周大涨 5.48%， 白银收在 69.53， 一周更是猛涨 6.79%， 双双走强。第二，最大的推手是上周五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转向偏鸽，9月降息预期一度冲到90%以上，这是宽松交易，不是避险。第三，下周最该盯的一件事，周五的核心 PCE 通胀数据，以及黄金4590这道刚收复的生命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说我们现在站在什么位置。上周对多头来说是扬眉吐气的一周，黄金从周初的4400多一路爬到周五收盘的4680.6，整整一周涨了 5.48%。白银更猛，一周涨了 6.79%， 收在 69.53。 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把过去1个多月的横盘纠结，用一根大阳线彻底打破的架势。你可能还记得前面好几周，金价都被死死压在4400下方，多空来回拉锯，谁也不服谁。而这一周，天平终于往多头这边彻底倾斜了。对我们做功课的人来说，这种从纠结到突破的切换，往往是一段新行情的起点信号。但也正因为它来得急，来得猛，我们才更要冷静地问一句，这份气势能不能延续到下周？更关键的是，黄金在上周五一举收复了200日均线，也就是4590附近这道位置。你可能会问，一条均线有那么重要吗？我打个比方，200日均线就像是判断一个市场是长期健康还是长期生病的体温计。金价站上它，意味着过去半年多的中长期趋势重新回到多头这一边。上周它从这道线下方一口气冲到线上$90，天花板一下变成了地板。这也正是我们这一整期要反复回到的那个问题，这道地板下周还守得住吗？我们把镜头对准黄金本身，上周它的走势是典型的加速赶顶还是健康突破，其实还很难一锤定音。从好的一面看，收盘4680.6，稳稳站在50日均线4188和200日均线4590上方，两条均线一多头排列，中期结构是漂亮的。摆盘在4500下方明显很积极，说明有真金白银在往里进。但从谨慎的一面看，价格现在已经离50日均线拉开了将近$500的距离。这种偏离历史上往往不会持续太久，要么横盘等均线追上来，要么就得回踩消化。所以对黄金，我的判断是方向没问题，但节奏上追高的性价比正在变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跑得太快的长跑选手，方向没错，冲劲十足，但心率已经很高，中途需要调整一下呼吸，才能跑得更远。所以我并不担心黄金的中期方向，我更在意的是它下周会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消化这波涨幅，是高位横着等一等，还是回踩4590再起跳？谁掌握主动权？现在是多头，
但多头也需要一次健康的回踩，来验证自己的成色，把追高的浮筹换成真正有耐心的筹码。再看看白银这位老朋友，白银被称为黄金的高贝塔表亲，翻译成人话就是黄金涨，它涨得更凶；黄金跌，它也摔得更狠。上周就是这个剧本，白银 6.79% 的周涨幅，明显跑赢了黄金的 5.48%。金银比价从 68.15 小幅收敛到 67.3 左右，说明这波里白银的相对表现更强。不过要提醒你的是，白银虽然涨得欢，却还有一道坎没过，它的200日均线在 71.3 附近。上周白银最高冲到接近70，力气用尽，没能真正站上这道线，所以白银现在是气势很足，但还差临门一脚的状态。它能不能续强，关键就看下周能不能不再重新跑输黄金，并且真正吃掉71这道压力。这里也顺带说说金银比价这个指标，它衡量的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比价往下走，代表白银比黄金强；往上走，代表白银在掉队。上周比价从 68.15 收敛到 67.3， 方向是对多头有利的，但幅度并不大，说明白银的领涨还谈不上多凶。对我来说，下周只要这个比价能继续温和收敛，白银不重新拖后腿，就算健康。那这波大涨到底是谁在背后推？答案很明确，是降息预期。是上周五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偏鸽表态，他的措辞让市场相信美联储9月大概率要动手降息，9月降息的概率一度从70%跳升到90%以上。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这一次黄金上涨主角是宽松交易，不是避险交易，两者的逻辑完全不同。我们一步一步拆解这个传导链条。第一步，降息预期升温，市场认为未来的利率会更低。第二步，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应声回落，上周10年期美债收益率退到了 4.65% 附近。第三步，这就是关键，黄金是一种不生息的资产，你拿着它，它不给你发利息。当银行存款，当美债给的利息越来越少，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低，黄金的吸引力自然就上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偏鸽的美联储往往是金价最好的朋友。我再给你打个更接地气的比方，黄金就像一套只能靠涨价赚钱，却收不到房租的房子。当银行利息很高的时候，大家宁可把钱存银行拿稳稳的利息，也懒得持有这套不收租的房子。可一旦利息降下来，存银行不划算了，这套能抗通胀又谁都认的房子立马就香起来了。上周市场演的正是这一幕。那反过来，风险在哪？就在于这套逻辑是建立在预期之上的。如果下周的通胀数据不配合，让市场怀疑美联储没法那么快，那么多地降息，那么美元和收益率随时可能反扑。上周涨得最猛的黄金和白银也会最先回吐利润。这就是宽松交易的软肋，成也预期，败也预期。再来聊聊避险这条线，这一次避险其实是配角。上周金价的上涨主要不是因为地缘政治的恐慌，而是实打实的降息逻辑。目前地缘方面没有出现足以主导行情的新增变量，市场的注意力几乎全压在了美联储和通胀上。所以你会看到这波黄金的上涨节奏跟避险资产该有的那种急促跳跃很不一样，它更像是资金从容不迫的重新配置。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下周只要地缘上不出黑天鹅，真正定方向的还是数据和美联储。顺着这个话头，我们把美联储这条主线说透。现在整个市场的定价几乎已经把9月降息当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可越是这样，我越想提醒你一句老话，利好出尽往往就是利空。当所有人都压住降息，并且已经提前买进来了，一旦降息真的落地，反而可能引发一波获利了结的抛压。
这就是所谓的买预期，卖事实。对黄金这种不生息的资产来说，真正决定它中长期高度的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之后剩下的那部分。如果美联储降息，而通胀又不失控，实际利率就会往下走，这对黄金是长期的顺风。但短期里，市场情绪会先跑，节奏会很颠簸。所以我的看法是，美联储这条线长期利多黄金的大方向没变，但下周的每一个数据都可能让这条路走得一波三折。换句话说，长期的方向盘握在央行购金和实际利率手里，而下周的路况则由一份份通胀和就业数据来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提醒你，别把短期的颠簸误当成长期趋势的反转，这两者的时间尺度完全不是一回事。从技术面来看，黄金下周要盯的位置非常清晰。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是4590，这是刚刚收复的200日均线，我把它叫做多头的生命线，守住它。上周的突破就算数，一旦带量跌破，就要小心，这是多头陷阱。下方要看到4500，上方的压力在4740附近，那是4、5月份的高点密集区，只有有效突破它，才能真正打开年内新高的想象空间。再说动能，上周五黄金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也就是 RSI 已经来到了 74.6。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代表越超买，越低代表越超卖，通常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74.6 意味着黄金短线已经明显超买，动能很强，但也透支了不少。这恰恰呼应了我们开头那个问题， RSI 这么高，说明这波要么是强势中继，冲上去还有惯性，要么就是阶段性见顶前的最后一冲。所以短线一旦出现回踩，别急着恐慌，先看它在4590上方能不能站稳。白银的技术面逻辑类似，但更极端一点，它的支撑在67附近，这里原来是压力，现在转成了支撑。上方的硬骨头就是 71.3 的200日均线。白银的 RSI 上周收在 68.3， 属于中性偏强，正在逼近超买，还留了那么一点点余地。这说明白银的动能比黄金稍微健康一点，但因为它波动更大，真要回调起来，跌幅也会被放大。所以玩白银的朋友一定要比玩黄金更注意仓位。说到这里，必须给你泼一盆冷静的冷水，讲讲风险。这波行情最大的风险恰恰藏在它最大的优点里，涨得太快太猛。黄金和白银的 RSI 双双高起，短线技术性回踩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更要命的是，这波上涨的地基是降息预期，而下周就有核心 PCE 这样能动摇预期的数据。所以无论你多看好后市，都请务必保持冷静，保持谨慎，管好仓位，永远不要在超买区域重仓去追最后一口汤。风险从来都是在大家最兴奋的时候悄悄累积的。我想特别对刚入场的新朋友说一句，越是行情火热，社交媒体上一片喊涨的时候，越要警惕情绪化的追高。真正能在这个市场里活得久的人，靠的不是每一波都抓住，而是每一次都不把自己置于扛不住的风险里，守住本金，才有资格谈收益。好，重头戏来了，我们来做下周前瞻，这也是今天的核心。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分开跟你讲清楚。先看短线怎么看。下周最重磅的一颗雷是周五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标尺。剧本很简单，如果它继续降温，那就等于给9月降息又添了一块筹码。黄金白银很可能再上一个台阶，黄金去挑战4740，但如果它意外走高，市场就会怀疑降息的节奏。上周涨得最狠的贵金属会最先回吐，黄金要回来考验4590这道生命线。除了 PCE， 还要留意9月初的非农就业数据，
以及9月中旬那场万众瞩目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这里教你一个更实用的看盘方法，不要去猜数据是多少，而是看数据出来之后，价格在这2个关键位上的反应。如果核心 PCE 偏软，金价却冲不动，那要警惕利好出尽；如果数据偏硬，金价却跌不下去，那反而说明底部很扎实。数据是剧本，但真正给出答案的永远是价格自己。短线的2个关键位，请你记牢。黄金上看4740，下手4590；白银上看71.3，下手67。再看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我依然是偏多的，支撑黄金长期走强的那几根大梁，一根都没有松动。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去美元化的大趋势在延续，美国的债务问题越滚越大，再加上如果降息落地，实际利率往下走，这些都是黄金中长期的顺风。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我偏谨慎，要防超买后的回踩；长线我偏乐观，大方向依然向上。这2者并不矛盾，短线是节奏，长线是趋势。落到操作心态上，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做长线的，这种回踩反而可能是逢低布局的机会，不必被短期的波动吓退。但如果你是做短线的，就得尊重超买的现实，别在最热闹的时候一把梭哈。看懂自己站在哪个时间尺度上，比猜对方向更重要。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新的一周黄金是加速上攻，还是在高位变盘？我的判断是，大概率先震荡，再选择方向。而真正的裁判，就是周5的核心 PCE。数据软，就是加速上攻的发令枪；数据硬，就是高位变盘的导火索。确认多头继续的信号，是回踩4590不破，然后重新站上4700。而如果带量跌破4590，同时白银领跌，那就要承认这波突破可能是假的。送你一句今天的心里话，也是我对下周的总结：4600是新起点，但别在超买里追高。最后，也想听听你的判断，你觉得下周核心 PCE 公布之后，黄金会先上4740，还是先回踩4590？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再次郑重提醒，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风险始终存在，请你务必保持谨慎，独立决策，盈亏自负。好了，今天的展望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顺手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就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